欢迎来龙餐馆仅仅是一部好电影吗？不，它还是中国对好莱坞叙事霸权的一次挑战。仔细想一想，我们看过的很多战争片里，镜头似乎永远在追着美国大兵跑，从拯救大兵瑞恩到黑鹰坠落，战场上永远是美国人在冲锋，在牺牲，而处在战火中的当地人不是背景人群，就是被拯救的对象。但龙餐馆却把镜头从美国大兵的瞄准镜上挪开，对准了一个中国厨子的炒锅。我们总说民以食为天，战争哪怕再残酷，也总有人要吃饭，尤其是身处战火的普通人。所以龙餐馆的镜头真正对准的是底层的人民，就连电影的几位主角也都是普通人。老扎本名扎伊德，是当地的水电部主任，也是龙餐馆老板。徐福刚到时，老扎是个温和到有点窝囊的人，他有老婆有女儿，但女儿得了癌症，生活并不好过。他开餐馆拉水电，就是想多赚点钱给女儿治病。可这样一个人，后来却成了全城最危险的恐怖分子，代号工程师，因为他的妻女在战争中丧生了。老扎用挂毯把遗体裹出来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再打碎一样。彼时旧政府解散，派系倾轧，他走投无路，只能加入极端组织寻求庇护。这个角色问了一个好莱坞从来没问过的问题：那些被叫做恐怖分子的人之前都是什么身份？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恐怖分子？好莱坞的逻辑是坏人天生坏，好人开枪天经地义。但龙餐馆告诉我们，老扎是被战争一步步逼成恶魔的。还有徐福和马俊生，徐福是东北厨子，为了还债才跑到中东打工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赚够钱回家。而马俊生是一个胆子非常小的前台经理，两人把餐馆经营得风生水起。战争爆发后本来可以跑，但高额报酬让徐福留了下来。这里没有英雄主义，徐福留下是为了钱。马俊生就是个想安家的普通人，但就是这两个人在战争最疯狂的时候收留了孤儿院20几个孩子，让他们在后厨帮忙，至少吃饱穿暖。于是镜头又理所当然地对准了这些孩子，其中有个孩子叫赛夫，父母双亡，起初对所有人充满敌意，四处偷东西，是徐福炒菜的样子吸引了他，他开始学厨拜师。但那个环境里，孤儿最可能的出路不是当厨师，是拿枪。极端组织会专门收这种孩子，灌输仇恨，把他们变成人肉炸弹。赛夫就差点就走了这条路。还有个小女孩，在徐福问要不要跟他走时，轻轻摇了摇头，因为他和另一个孩子约好了战场相见。他不懂战场意味着死亡，只是在守一个孩子的约定。影片没有明说他的下落，但片尾兴隆餐馆前台那个胖胖的身影，让很多观众愿意相信他活了下来。后来马俊生也被极端组织抓了，赴死前只说一句没糊弄过去。一个胆子最小的人死得比谁都干脆。这些人在好莱坞战争片里连配角都算不上，但龙餐馆把他们拍成了主角，因为战争本来就是这些人在承受，这就是龙餐馆的挑战。好莱坞说战争是英雄的舞台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美国人永远是主角。龙餐馆却把视角对准全人类，告诉我们战争没有赢家，只有输家。正义和邪恶的界限在炮火里糊成一团，活下来的人靠的不是枪，反而是一锅热饭。战争片不一定非要有人赢，也可以，只是有人想好好吃饭。而好好吃饭这4个字，和平年代是随口的嘱咐，战火里却是很多人拼了命也够不到的奢望。